当思来之不易。下面两句是什么？崇伟，你来答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一粥一饭。哎呀，海梅啊，告诉你哥哥后两句是什么？啊，我不记得了。刚才教的就忘记了，啊？再慢慢想一想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半丝半缕，恒念互利维艰。哎，来，哎，挺好。哎，你学过朱子家训啊？那你怎么会呢？我在旁边听了一会儿。哎呀，你很聪明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雪儿。那你是于家的亲戚啊？我家才没有这种亲戚呢。谁知道是哪里跑来的野孩子？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都不可以口出恶语，这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先生，啊，二太太让我送点心过来。好了，暂时先休息一下。哎，雪儿，你刚才答对了，啊，这是奖赏给你的。谢谢先生。哈哈哈，凭什么给他吃？你们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我们家的饼干不是给野孩子吃的，是先生给我的。会两句古文就了不起了。这里是我的家，我不让你吃就是不能吃。白吃白住，还赖着不走，不要脸！我没有赖着不走。那好，你走啊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哼，怎么不说话啦？你妈早就不要你了，你回不去了。你胡说！为了你好，有件事你一定要记住：住在人家家里，凡事要忍耐。万一有什么事，我想帮你才能说得上话，知道吗？滚回家去！白吃白住，滚回去！不要脸！滚回去！让他跑！别跑！滚回你家去！滚回去！哪个冒失鬼走路不长眼睛啊？原来是你这个死丫头！你跑什么跑？想撞死我呀？对不起，我没有看见。我这么大个人你看不见，你糊弄谁呢你？你分明是存心的。是崇伟和艾梅欺负我，我只有赶紧跑。还咬我一口！我今天不好好治治你，不知道我的厉害。阿江，过来，把他抓进去。是太太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你去走吧。救命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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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他扔进去。放开我！进去。把门关上。是。二太太，这怎么办啊？出去！开门！这还用问啊？使点劲儿，我就不信他不怕疼。这好啊！有人问题就推到我头上。你快放手啊！你这不是害我交不上差吗？阿江干嘛呢？雪儿救我！雪儿，不关我的事，是二太太让我这么做的。雪儿，哎呀，真是造孽呀！看我不告诉大太太去。不要告诉许姨，我不想让她担心，我求你了，许妈，我去。
你上点药。哎呦，哦，好，对不起，忍着点啊，上药就好了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啊？你老实告诉许姨，是不是崇伟和艾梅他们又欺负你了啊？你告诉许姨，许姨才能帮你做主啊！啊！许姨，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没有的事。那妈妈为什么不来接我？我好想妈妈。孩子就是孩子，居然说睡就睡了。大太太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波涛，行李我帮你收拾好了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儿一早还得赶路呢。啊，我还有一大堆事儿要忙，今天就不去你屋睡了。你要到大姐那儿？哪儿都不去，就睡书房。你就不能多留些时间给我吗？咱们夫妻俩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在一块好好谈心了。你这一趟出门，又得有一阵子见不着面了。现在世道不好，生意难做。等我把山东、河南的生意稳定了，我才能有空跟你聊天。真有这么严重啊？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？你一个女人家去做什么？帮你疏通疏通啊！凭我的交际手腕，多少能派上用场。做生意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要我怎么做？你教我嘛。我说了，你就能懂吗？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？那我走，不烦你了啊。自从雪儿进门之后，波涛一颗心就不在我身上。难不成这中间有什么蹊跷？还是客人现在还活着？来，等，都站好了。你们两个怎么老欺负雪儿啊？啊？尤其是你崇伟，男孩子将来长大是要做大事情的，这拳头是用来对付坏人的。老欺负一个比你小的女孩子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还有你艾梅，你和雪儿同年，你比她幸福多了，你有的她都没有。你不但不同情她，反而处处为难她，你的教养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妈！大姐，瞧你把这两个孩子吓的，他们又做错什么了？他们老欺负雪儿。大姐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哪只眼睛看到他们欺负雪儿了？这个家有多大？除了他们两个，难不成大人还会欺负一个小孩子吗？彩玲，孩子是需要教育的，你不能老宠着他们。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，要知道邪不压正，这个世上还是有正义和公理的。
你是说我不懂得公理正义？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是，我是没你念的书多，但做人的道理我懂，用不着你来教我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妈，博涛前脚走，后脚你们就要拆房顶啊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两个人吵成这样，说出去也不怕外人笑话。妈，我怎么敢对大姐不礼貌呢？人家可是八抬大轿从大门抬进来的，哪像我呀？做什么都矮人一截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说错了吗？这小孩子打打闹闹，少不了会磕磕碰碰。雪儿受了伤，他非要把这个责任推到我们二房身上去，我能怎么样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崇伟和艾梅他们总欺负雪儿。你都看见了？我没有，但是有人看见了。谁？谁看见了？我不告诉你。这个家有多大呀？我猜也猜得到是谁在乱嚼舌根。大姐，今天我总算明白了，原来我们二房在你心里连个下人都不如。你说话可要凭良心啊！你，我说错了吗？就拿雪儿的事儿来说，你宁可相信外人，也不相信我们自己人。雪儿根本就不是外人，你心里清楚。哼，我看未必。要不然博涛干嘛不让他认祖归宗？因为他后悔了。雪儿根本不是他女儿。你胡说！妈也是这么想的，不信你问妈。妈，波涛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心意，只是他现在比较忙。我相信等他空下来的时候，他会处理这件事的。哼，你相信？你相信有屁用？要博涛相信才算数。不要吵了，行不行？唉，我都已经说过了，来者是客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家连个孩子都容不下呢。大姐，听见了吗？来者是客。原来在妈的心里，雪儿也不过是个客人。你这么讨好她，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你怎么什么话到了你嘴里说出来就这么不堪入耳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拐弯骂人呢你？行了，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啊？啊？哎，春桃，是老夫人。扶我回房间去。老夫人，你不是要到花园去走走吗？现在哪有这个心情啊？走。啊，大太太，车备好了。我们走。哼，跟我斗。哼。二太太，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向大太太告的密对不对？你给我听着，别以为你是大太太娘家里的人，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。下次我再发现你乱嚼舌根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不信你试试看。哼！二太太，二太太，二太太，有消息了。怎么样？我谢谢的亲戚派人来说，大江南剧团正在嘉兴演出。还是你懂我，手真巧，好舒服啊。妈，我还真想天天伺候您呢，只是……怎么了？有事儿吗？妈，我老家来人说我外婆病重，希望我回去见她最后一面。偏偏博涛又不在家，我正愁着
伯涛不在，我在嘛。啊，赶紧的，叫老许打电话到厂里，把车子开回来。是。不用了，妈。我这一回去，少说也得大半天呢。万一厂里事忙，这车调度不过来，耽误了公事，我可担待不起啊。那你怎么回去啊？啊，我吩咐阿江帮我叫车好了。那也好。到老全那儿多支点钱，就说是我说的，别寒碜，丢了我们于家人的脸，知道吗？哎，谢谢妈。可然啊，你肚子饿了吧？我来给你送饭了。可然，哎，人呢？可然，可然，可然，糟了！先生坐车吧。啊，不坐不坐。怎么是你？于二太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你以为我是谁？于二太太，您要找的人早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。您是贵人多忘事，还是亏心事做多了？于二太太，大夫人家有大夫人家的规矩，我们戏班也有我们戏班的禁忌，请你放尊重点，
您要看戏就请到前台去，别乱闯后台，免得失了您的身份。不就认错人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客人，客人啊，那个女人走了吗？小兰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站住！干嘛看到我们就跑？臭丫头，你敢走？陪我们一起玩。拽什么拽？我是看得起你才找你玩的。你怕了吧？所以才不跟我们玩，胆小鬼！玩就玩，谁怕谁呀？那好，你站中间。为什么我站中间？让你站你就站，啰嗦什么？我不玩了。你玩不玩？不要抢我玩了！不要抢我玩！玩不玩？我陪你们玩，不过得轮流换人站中间，5次没打中就换人。好，从你开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雪儿，艾梅，看妈给你买的新衣服。哎，这丫头又跑出去玩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说话呀你！怎么了？我打破了奶奶房里的花瓶。花瓶？哪个花瓶啊？地上那个大的，还是摆在桌上那个小的呀？啊，好像是桌上那个小花瓶。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那是前朝的古董啊，你奶奶宝贝的不得了。这下你们两个惨了，尤其是你，不被奶奶剥层皮才怪呢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都怪雪儿，谁让她站不好的，害我的球打破了花瓶。雪儿也在。我们叫雪儿，陪我们玩球。嘘，如果奶奶问起来，你们打死也不要承认花瓶是你们打破的，知道了吗？其他的事交给妈来处理，听清楚没有？哦。妈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可是妈最宝贵的花瓶啊！哼，哪个冒失鬼干的？非好好惩罚他不行。老夫人，雪儿来了。雪儿，奶奶问你，这花瓶是不是你打破的？不是我，我没有。奶奶再问你一遍，花瓶是不是你打破的？真的不是我，花瓶不是我打破的。死不认错，
奶奶生平最痛恨的就是死不认错的小孩儿。哎呀，我早就猜到了，这事一定是他干的。您看这花瓶在您房间摆了这么多年，一直都好好的，怎么他一来就打破了呢？真的不是我，是崇伟打破的。你胡说什么？自己做错了事，还要推到别人身上，没教养的孩子。真的不是我，真的是崇伟打破的。你闭嘴！小小年纪，不但学会推卸责任，还血口喷人，这长大了还怎么得了啊？给我跪下，认错！我没错，我不跪。我让你死不认错。春桃，说怎么回事？我听见花瓶破碎的声音，所以就跑出来一看，结果看见雪儿刚刚跑开。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因为……好了，别因为了，人证就在眼前，你还想狡辩？妈，这孩子连您都敢顶撞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看趁现在好好管教管教，免得将来长大了像他妈那样，败坏了余家的门风。把他给我关起来。是老夫人。为什么要关我？花瓶又不是我打破的。是我余家的子孙，就要守我余家的规矩。把他给我关在后边小屋锁起来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放他出来。是老夫人。不是我打破的，为什么要关我？锁好了。好，放开我！你向老夫人认个错不就得了吗？花瓶不是我打破的，你们都不相信我，为什么？放我出去！不能放你出去，这是老夫人的意思。春桃，二太太，别喊了，喊哑了也没有用，除非你认错。我没做错事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倔强。饿你个3天3夜，我不信你不求饶。放我出去！救命呀！放我出去！花瓶不是我打破的，放我出去！雪儿，雪儿，见到雪儿了吗？没有。二太太，雪儿，花瓶不是我打破的，不是我打破的。我没做错事，我没做错事。花瓶不是我打破的。雪儿，雪儿，这孩子去哪儿了？雪儿，哎，小王，见到雪儿了吗？没见到。这孩子，雪儿，雪儿，哎，许妈，哦，许妈，我到处都找不到雪儿，她人呢？出什么事了？快开门！可是老太太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来担当。快开！快开呀！哦，雪儿，雪儿，雪儿，快起来！啊！哎呀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啊！雪儿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啊！你说话呀！别怕，告诉许姨，许姨替你主持公道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你不说话，那许姨怎么帮你呀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呀？连你都这么说我，大家都欺负我。好好好，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。许姨还有许妈、于伯伯都很喜欢你的。于伯伯根本不喜欢我，我
能走。我又不是余家的人，我为什么不能走？因为妈妈来了找不到你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妈妈根本不会来找我，她根本就都没来，她肯定不会来，她根本不会来。我要妈妈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乖啊，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，乖，雪儿乖啊，乖啊，好好好，不哭不哭，乖啊，乖，不哭了。雪儿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对待她？干嘛呀？一见面就兴师问罪，也不先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就算雪儿做错了什么，她也只是一个孩子，你犯得着用这么严厉的方法去对待她吗？你不知道她有多可恶，死不认错不打紧，居然还诬赖给我们城委，简直是坏到骨子里去了。戏子的孩子就是戏子的孩子。你住嘴！不管可人是做什么的，她嫁给了伯涛，你骂她不等于骂伯涛吗？还有，雪儿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们余家的骨肉，就算她做错了什么，你教育教育，纠正纠正不就得了？把她关起来不给饭吃，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？关我什么事？是老太太下的命令。妈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要什么事都拿妈来做借口。哼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所有的坏事都应该是我干的。我没那个意思。雪儿这孩子是倔了点儿，但是她从来不说谎，这一点我信得过。哼，那你的意思是，花瓶是艾梅跟崇伟打破的了？大姐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雪儿是伯涛的女儿，那我们这两个就不是余家的种了？你别因为不满意我，就把他们两个当成是眼中钉肉中刺。你扯哪儿去了？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是春桃亲眼看见雪儿打破花瓶的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去找老太太问去啊，别来问我。没错，妈，是我让春桃这么做的。妈，这孩子死不认错，把他关在屋里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我错了吗？媳妇不敢。有可人的前车之鉴，对这孩子，我不得不严加管教。要是他将来做了什么出格的事，岂不丢了我们余家人的脸？妈，你可以不喜欢可人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雪儿她毕竟是伯涛的骨肉，您的孙女儿啊。是我的孙女儿吗？她拿我当奶奶看吗？没错，不过就是个花瓶，打破了又算得了什么？我气就气在这个孩子不受教。行了，什么都不说了，什么时候认错，什么时候到我屋里拿钥匙放他出去。听见了吗？妈妈，你怎么还不来接我？你是不是已经忘记雪儿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雪儿放出来，再关下去，她会受不了的。
这是？哎呦，雪儿，快回去！哎，回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了。老杜，谢谢你啊，先下去吧。是。雪儿，告诉奶奶，为什么要逃走啊？这里不是我家，我妈从来不会这样对我。那是因为你没犯错呀。我在这里也没有犯错。怎么还不认错呢？春桃她亲眼看见了，她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不说别人，偏要说你呢？是因为崇伟和艾梅先跑了，他没有看见。难道我真的冤枉他了？春桃，老夫人，打破花瓶的时候，崇伟和艾梅在什么地方？在那之前，他们和雪儿一起在院子里玩皮球。我知道了，去请二太太过来。是。大太太，雪儿，妈，雪儿做错什么事了？这丫头想跑，让老杜给拦下了。哎，那后院的小屋不是锁着的吗？雪儿怎么从里面跑出来了呢？不说这些了，这丫头又冷又饿，带她下去梳洗一下，弄点东西给她吃啊。是，雪儿，快谢谢奶奶呀！快说呀，快说呀！行了，别勉强她了，快去吧啊！是，雪儿，走吧。来。我们去洗洗啊。雪儿啊，饿了吧？我让许妈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啊？走，雪儿。老夫人，二太太来了。妈，您找我呀？刚才在来的路上看见雪儿了吧？是啊。哎呦，谁这么大胆呢？没经过您的允许就把她给放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不是我给她放了呢？雪儿她又没认错，您没有道理放她出来吗？您说是不是？那你觉得会是谁把她放了呢？平常谁最疼她，就应该是那个人喽。你的意思是认知啊？我可没指名道姓啊。不过这个府里有资格拿到妈您那串钥匙的，好像只有她了。你又怎么会知道我的钥匙不见了呢？总得要有钥匙才能开门呐。说得对。说也奇怪了，我这钥匙明明摆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头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俺妈，您忘了，您那串钥匙啊是放在外面柜子里的抽屉里。果然是你。妈，雪儿跟我的关系不好，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，我怎么可能会放了她呢？
你知道雪儿在这儿待不下去，她想跑，所以你就将计就计。哎呦，妈，瞧您把我说的，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来那么多心思啊？还狡辩！钥匙呢？自己拿出来，还是要我搜身？还真在我这儿。说起来，你是雪儿的二妈，你是长辈，为什么心胸这么狭窄，这么容不下她，千方百计要赶她走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打破的花瓶，你为了维护你那2个孩子，让雪儿背黑锅，这狗急了还要跳墙呢。亏得老杜及时把她拦下来。否则，伯涛回来，我看你拿什么交代？老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啊，妈，我……老爷，半夜3更的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妈，哎，你不是去山东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路上突然下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车根本没法往前，只好暂时回来，等天气好一点再说吧。啊，那倒也是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这儿干嘛？你回来的正好，雪儿有点闹脾气，你去安慰安慰她吧。啊，雪儿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大概是我误会她了吧？你去劝劝她就没事儿了啊。好，我去看看她。那您早点休息。哎，行。这事儿呢，我是替你顶下来了。以后啊，好好管管你那2个孩子，别再去招惹雪儿了。谁敢招惹她？那丫头像头豹子，动不动要吃人。你看看你，说着说着又来了。你呀，宠你那2个孩子已经宠得无法无天了，你宠着吧。等哪天犯了事，别怪我这老太婆没提醒你。妈说的是。慢慢吃，慢慢吃，别噎着了啊！雪儿啊，以后受了什么委屈，别憋在心里。你告诉许姨，许姨会替你想办法的。这样你就可以少受点苦，知道吗？我说的话没人相信，大家只相信艾明和崇伟说的。没有的事，许姨就相信你说的。许姨，你再催催我妈妈好不好？让她早点来接我。雪儿，许姨对你不够好吗？许姨对我很好，可是我好害怕艾明和崇伟，明天又不知道他们要耍出什么花样来整我，我真的不想再待下去了。可是你妈妈她……我妈妈不会不要我，她只是病糊涂了，她没有忘记雪儿，她脑子清醒的时候一定会来接我的。许姨知道，知道。不过现在，你呀要吃饱穿暖，把自己的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，这样妈妈来了才不会心疼。快吃吧。雪儿，伯涛，哎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路上下雨，没办法，只好回来了。
雪儿，让你受委屈了啊！你都知道了。马全跟我说了，来，让于伯伯好好看看你。雪儿，于伯伯叫你呢。雪儿。波涛，雪儿今天折腾了一天，她累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好。啊，许妈，大太太，把雪儿带回房间睡觉去。啊，知道。雪儿啊，我们走吧。啊。那个字都说了一半了，为什么要卡在喉咙里，不把它说出来呢？说什么？爹，你到现在还不能说服你自己吗？不要逼我好吗？我还没想好。挺简单的事情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还需要想什么？反正雪儿都已经住进来了，我觉得认祖归宗并不那么重要。啊？是啊，你已经有了崇伟和爱梅，认祖归宗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对雪儿来说，就是改变她身份和地位的符号。波涛，就是因为你的姑息，雪儿受了多少的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在考虑吗？刚才啊，幸好是老杜把雪儿拦下来了，要不然你回来根本就见不到雪儿。这怎么回事？就因为妈误会他这么一点小事，他就要出走，这孩子也太倔了吧！如果这是小事，那雪儿为什么会被关在储藏室里，连饭都不给她吃？太严重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房里的古董花瓶被打碎了，彩玲为了维护崇伟和爱梅，她一口咬定是雪儿干的。可是雪儿呢，她抵死不认，她说是崇伟打碎的。这孩子吵吵闹闹，有时候吵有时候笑，谁是谁非根本搞不清楚。我觉得这事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，好吗？雪儿一再的被这两个孩子欺负，现在又背了黑锅，这让她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反抗。这个家她已经待不下去了。哎呀，那你要我怎么样啊？难不成把崇伟狠狠的教训一顿吗？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我没有让你这么做。再说了，这样也只是治表不治本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波涛，尽快的让雪儿认祖归宗吧，让雪儿名正言顺的待在余家。这样，以后要是有谁再想欺负她，也会忌惮她3分。别再说了，让我好好考虑考虑。波涛，当风儿吹落，最后的花朵，你刚刚从身边经过，我的爱化成缤纷的颜色，愿你这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往事啊如烟，相思成河，吟唱着千年不变的承诺。啦啦啦啦啦，波涛，东林兄，
看什么呢？看得这么入神啊？你不觉得今年的雪下得特别早、特别大吗？哈，你不提醒我倒没注意。嗨，我这个人呐，粗枝大叶惯了，不像你那么容易触景生情啊。我说波涛啊，你应该做个诗人墨客什么的啊。话题扯得太远了，言归正传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是这样，我在苏州河附近看中了一块地，发展性很大，我想把它买下来盖别墅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投资？东林兄，这房地产呢，我是门外汉，还是务实一点，把我的面粉厂经营好就行了。这孩子真是太可爱了。他就像可人的化身。他在府上还习惯吗？常常吵着要回去找妈妈。那你没告诉他，他妈妈已经死了？别提了。所谓人生如戏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当年所有的人都以为可人已经死了，可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下来，还替你生了个孩子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娶可人，小菊花或许到现在还是大江南北最红的名伶，也不至于这么短命。话这么说没错，不过当年你要是没娶可人，怎么会有雪儿这么可爱的孩子呢？小雪人，你长得真漂亮，你像妈妈一样好看。如果妈妈也能在我身边该多好。妈妈。站住！为什么见到我们就走？不许走！唱戏给我们听。我不会唱。我妈说你妈妈是戏子，戏子的孩子为什么不会唱啊？我会唱也不唱给你们听。许姨叫我在没人的地方唱。你什么意思？哥，咱玩咱们的，别理他，别种拽什么拽？你说什么？我妈说你妈妈偷人，你就是野种。你。瞧着雪人吧！哎呀！
到了。哎呀，乖啊，哎，忍一会儿啊。这么大的伤口，将来会不会有疤呀？我女儿会不会破相啊？来，坐下，雪儿。雪儿啊，你告诉许姨，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？别害怕，你慢慢说，许姨相信你啊。彩玲，波涛，艾梅伤得怎么样？波涛，不哭不哭。艾梅流了好多血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这孩子怎么发生这种事儿？这走路也太不小心了嘛！哎，这跟走路没关系啊，是雪儿把他给推的。雪儿？可不是嘛，雪儿一直就看艾梅不顺眼，见一次打一次。可怜的艾梅受了多少委屈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啊！雪儿有人撑腰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简直是目中无人。乖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可怜的艾梅，这小脸蛋儿，要是破了相，将来长大了还怎么嫁人呢？好，别哭了，孩子哭你也哭，哭什么呢？你放心，这事我会调查清楚的。艾梅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雪儿推你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孩子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吓他？这话还用问吗？难道是崇伟把他伤成这个样子？他会伤害自己的妹妹吗？还是艾梅她吃错了药，把自己伤成这个样子？有这个道理吗？波涛，你常年忙公事，家里好多事你根本就不知道。艾梅，自从雪儿来了以后，是天天闹事啊。家中大姐又一味的护短，把雪儿宠得比皇亲格格都还要非要跋扈。咱们崇伟和艾梅吃了苦头，吭都不敢吭一声。今天要不是艾梅受伤了，这事儿我提都不会跟你提的。孩子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回去问问看。我保证大姐帮雪儿推的是一干二净，反而会说崇伟和艾梅的不是。雪儿一再被这两个孩子欺负，现在又背了黑锅，这让她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反感。这个家她已经待不下去了。回家等着看好戏吧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没事哦。艾梅流了好多血，我好怕。艾梅已经送到医院去了，医生会给她治疗的，不会有事的。早知道我不理他们就好了。许姨，于伯伯会不会怪我？等于伯伯回来，许姨会向他解释的。别怕，你没做错什么，是他们故意找茬啊。波涛，还没跌倒，是不是你推的？波涛，孩子们在一起玩，难免会磕磕碰碰的。我在问雪儿，不是问你。还没跌倒，是不是你推的？不是我，是崇伟。艾梅的妈妈全都告诉我了，你还在抢辩。波涛，事情不是彩玲说的那样。你到现在为什么还护着她？你这不是爱她，你这是害了她。你怎么能相信彩玲的片面之词呢？难道我相信你的片面之词吗？你这孩子心眼怎么会这么坏啊？你害得艾梅，如果将来她有什么后遗症，该怎么办呢？不是我，是他们自己害自己，故意找茬。
还在嘴硬，你看看这孩子说什么呢？事情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他还不肯承认错误。不是我，就不是我，你为什么要诬赖我？哼，我诬赖你？请问我为什么要诬赖你呢？因为我不是艾梅，不是崇伟，不是你的孩子。你再敢说！我痛。雪儿，许曼，快点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不准追！波涛，我说了不准追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外面风雪大，孩子穿的那么单薄。他不知好歹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就让他吃点苦吧。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万一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？要是生病了怎么办啊？他死不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们走。云芝，哎呦，火烧屁股了。云芝，什么事啊？大呼小叫的，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妈，不就是雪儿弄伤艾梅的事吗？波涛骂了他几句，他就使性子就跑了。喏，大姐跟许妈追他去了。真是雪儿吗？不会又冤枉了他吧？啊！哎呦妈，艾梅都伤成这样了，您还冤枉她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哦，好了好了啊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！来，奶奶看看。哎呦，这伤的要不要紧啊？啊！哎呀，缝了好多针呢，医生说得按时换药才行。好好照顾她啊！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乖。真是雪儿吗？不会又冤枉了他吧？啊？难不成雪儿真的受了委屈？就算是崇伟和艾梅找茬儿，雪儿也不该推人，害得艾梅受伤。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万一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？要是生病了怎么办呢？找到了没有？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他没心留下来，就让他走吧。你心里明明不是这么想的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你这一巴掌打下去，伤的不是他的脸，而是他的心。波涛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别把大人的感情扯进来好不好？如果你的心结真打不开，干脆你就把孩子送给陈瑾，免得他在这里受罪。可人要是知道你这么对待雪儿，
该有多伤心呢？难道你想让悲剧再一次重演，再留下一次遗憾吗？真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再自责、再后悔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徐妈还带着人在找，希望能有好消息。多喝点鱼汤，伤口好得快啊。波涛，来，多吃点。大太太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没有。妈，你慢吃。 波涛，老全啊，哎，快，跟在老爷后头去看看去。是。全叔啊，全叔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伯涛拿件大衣。哎，允之，给雪儿也带一件吧。啊，是。 我一个大人都快冻得受不了了，孩子怎么受得了？是啊，雪儿千万别出什么事儿。出门的时候，老太太让我带件雪儿的衣服，咱们赶快找到她，好让她穿上。这样，咱们分头去找，这样机会没准会大一些啊！好，雪儿，雪儿，雪儿，请问您见到过一个小女孩吗？没见过。好，谢谢。雪儿。 请问您见到过一个小女孩吗？没见过。您见到过吗？好，谢谢。雪儿，请问您见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吗？好，谢谢。雪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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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里啊？雪儿。 你再敢说！
谢谢。雪儿，娃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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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雪儿，雪儿，雪儿，你见过一个小女孩吗？你见过一个小女孩吗？请问？请问你见到过一个小女孩吗？没有。雪儿，雪儿。雪儿，雪儿，全叔，全叔，老爷，怎么样，老爷啊？还是没找到我，这孩子会跑到哪儿去呢？雪儿，老爷，我在雪地里发现了这个，雪儿。雪儿，怎么回事？好像有人躺在那儿。是个孩子，快看看还有救没有？还有气息，身子还没动静。啊，我来看看。哟，真是个孩子。是雪儿。雪儿，雪儿，雪儿。暖和给它暖上，暖上，来，雪儿，来，哎呦，哎呦呦，你看这小手冻的，雪儿，哎呦，你看把这孩子冻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可怜的孩子，雪儿，啊，可怜的孩子。波涛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雪儿怎么会一个人在雪地里呢？幸好我车子路过那儿，如果再晚1个时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啊，东林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雪儿，雪儿，哎呦，暖和了，暖和了，哎呀，哎呦，没事没事了，你看有点血色了啊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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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哎呀，谢天谢地。你看有气色了啊，好好好，哎呀。雪儿，你醒了。雪姨，雪儿啊，你让大家担心死了，你不见呀，大家着急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雪儿，不是我，别打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
爹向你保证，我是永远都不会再打你了。波涛，你说爹？雪儿失而复得，这就表示老天爷希望我们父女尽快相认。我要让雪儿认祖归宗，名正言顺的做我于波涛的女儿。好，哎，好，雪儿，你听见了吗？哎呀，波涛啊，哪有说认就认的？总得请族长选个黄道吉日啊！啊，妈，您的意思是？雪儿，你爹要认你了，来，快起来，来。坐好啊，雪儿，快叫爹啊，叫啊！你知道吗？你爹为了找你，他一夜没有合眼，听话，叫爹，叫爹呀！他不是我爹，他是于伯伯。哎，傻孩子，于伯伯就是你爹。之前呢，他怕你一时接受不了，所以才没那么快跟你相认。雪儿听话，叫爹，叫啊！是啊，雪儿，他就是你亲爹，快叫爹，乖，叫爹呀，快点喊爹，叫啊，叫啊！算了，我想这种事也没办法勉强。雪儿也折腾了一晚上，先让她好好休息吧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们去干活吧。是。妈，我把雪儿带回房间去了。哎，别忘了给她喝点姜汤，驱驱寒啊。哎，许妈，快来！哎，来，小心点啊。哎，妈，我先去了。波涛啊，你早该这样了，一家人团聚，其乐融融，多好啊！啊，幸亏雪儿安然无恙，要不然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原谅我自己。这可是我们于家一件大事啊，东林，我替雪儿谢谢你，你可是她的救命恩人呐。老夫人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啊，不，至少请你喝杯茶。哎，对，里面请。哎，